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历史哥，最近Toys被人家告乱讲话，又上新闻了。哦，人家说欠的债迟早要还的，他现在还债，他被关了啊。可是看到他，我又想到他贩毒竟然只被判4年，为什么那么轻啊？上次小玉伪造影片判5年，炎亚纶就没事，现在的法律到底怎么了？我也很想知道量刑标准，这个只有找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哈。点哦，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哦，烦恼真的很多哎，委员，因为有多吗？因为不是看到这个判决很糟心啊，不走心都很难，哪有这种事情呢？什么炎亚纶跟未成年不用关，我们上次讲的小玉换个脸被判好判满5年期满，Toys最近又上新闻在乱讲话，但是他只判4年。对我们小编在疑问，贩毒哎，2级毒品大麻哎，我的天哪，这是可以判那么轻的吗？理论上来讲，当然不行嘛。他犯罪的部分呢，制造、运输、贩卖2级毒品，我们知道大麻是2级毒品，贩卖2级毒品是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在法院判决书里面，他就有提到，如果你把你的行为终止掉的话，是可以减轻的，他就可以按照你这个终止未遂的规定，哈，减轻他的这个刑。终止犯是未遂犯的一种，他必须要这个结果还没有发生，成立终止犯，哈，他才可能是未遂。那如果说你有好多人，他说共同正犯的其中一个人，他虽然终止，其他的人还没有终止的话，不算是终止。他说必须要经由他终止的行为，让其他的共犯造成障碍。如果你有10个人啊，里面假设你有6个人要终止了，可是呢，其他的4个人还在继续进行的话，你这6个人的行为要让那个4个人呢造成他障碍，他才构成这个终止。然后第2个呢，你要劝导正犯全体终止。如果10个人都终止的话，那他就可以全体终止，然后避免这个犯罪行为发生。第3个呢，他说这个犯罪行为的结果呢不发生，可是呢，他是你这些的行为人已经尽力防止这些行为，你才能够构成。在这个案子里面呢，为什么我们刚刚看到2级的这个毒品的话，它是处无期徒刑10年的这个有期徒刑，怎么他的案件呢会减轻这么多的一个原因呢？在侦查或历次审判当中呢，他都自白，他就是交代说这个案件经过的。法律也规定，就是说，如果你犯这些贩卖的这些毒品的话，你讲出毒品的来源，因为你讲出毒品的来源，所以他查获其他的人的话，他只要能供出上游，对，因为那个是更严重的嘛，你有这个毒品的来源，上面有大盘嘛，对，它算中盘、小盘，那你往上供就可以适用这个终止的部分。对，这个中间还牵涉到什么？中间还牵涉到你自白的时间点。8月1号的时候，他被警察问的时候，他就直接讲说是有违建。简单来讲，这个李博宪呢是赖玉汉的下线，赖玉汉是 Toys 的下线。9月29号的时候，警察就找了这个 Toys 去问，他就问说他的这个毒品来源从哪里，所以他说他透过这个 Telegram 里面显示他的账号已经被删除的了。对，那这个人他在10月的时候有讲说，这个 account 的那个人叫做方继祥。哦，所以上游是一个叫方继祥的人。对，所以他逐步的一个一个就是往上追了哈，就是毒品供应链了。有些人如果太慢的话呢，他不认为他是这个。你看，比如说这个杨嘉诚哈，他就讲说他被警察问的时候呢，他说他曾经在11月17号的时候，他讲说他的这个交易的联系人是这个 MG 啦 ，MG 呢就是陈俊宏。其实他已经往上追了，在这个10月的时候呢，Toys 就已经供出来了。Toys 坦白上游的时间比其他被告还要早，他等于是第一个赖玉汉。对，但是赖玉汉是供出是 Toys， 那 Toys 是第一个供出他上游的方信犯。所以你看他供出来方信犯嫌的时候是11月11号。对，那他在这个地方供出来是11月17号的时候，他这个已经在后面。我觉得你已经没有情报价值了，所以谁第一个供出方继祥这个上游的要头的其实是 Toys。对，因为法条上面呢，他就讲说你供出来之后，让他案件他直接侦破上游的话，这样情况之下你就符合他的这个减轻的一个规定。不然的话，你看我们讲说，等到案件已经出来之后去自白什么，那不叫自首啊。OK。那像这个案子里面呢，他有没有投案？他也没有投案哦。他是被抓到的。他
他是被供出来之后，警方去问他，他只是说供出来之后，他把这个案件里面的其他的正犯，这个毒品的来源也抓出来之后，让警方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源头是从哪里，然后他可以把它抓出来，有证据，然后有定罪的话，他才符合。所以如果照这个供应链的话，Toys是这4层供应链的第2层。可是你不知道他所谓的大药头，还是一样是小药头。对，毒品供应链非常长。对，因为它有多层次转卖的一个问题。不过 Toys 持有的数量很多啊，那时候不是说300颗、500颗大麻烟弹。对。那这样不会加重吗？刑责的部分，我们刚刚就前面有提到，它是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所以我说看法院判决书最准，不管他对还是错。2级毒品的话，出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嘛。你看他这个判决书，他还有做图表，有些东西它是贩卖未遂，对未遂的部分，它当然比较1年4个月。然后因为有自白，符合这个减刑的，所以他都是贩卖未遂啊。他有前面也有既遂，这个有贩售，对，处有期徒刑2年。贩售只处2年6个月。他本来我们刚刚不是讲说，你贩售的话，你应该是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吗？所以他有公出来之后，所以这个才判2年。减刑，对，我可以减这么多。但是呢，你看，因为他把他的前面的药头的那个地方，他把它抓出来，抓出来之后呢，他就会知道，警方就可以再循序的追办他前面的药头的地方。那大家可以知道呢，就是通常啊，我们知道这个在监狱里面，其实烟毒贩是最多的，最多，就是说占到7、8成了。现在普遍上，没错，其实这个蛮可怜的，很多了，很多年的耶。因为我们最担心的哈，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他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变成毒瘾啊。那甚至于我们看到很多的也是就是青少年呐，因为黑社会利用这个毒品去控制未来。我觉得基本上来讲，对整个社会来讲呢，它都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那但是呢，我们讲一个实务啦哈，实务就是说，在这个判决书里，李伯宪的地方，他说他是单亲的养母患癌症呐，然后妻子怀孕呐，生母也有心脏病、忧郁症呐，他有很多费用，再去合理化说他今天要为什么？每一个都是，你看像这个方继祥部分，就是羁押期间啊，父亲过世啦，经济都是由他负担啦，然后他希望能够有附条件的缓刑啦，被告的律师给的辩驳，这写进判决书是指法官采信才会写进去，没有还只是做陈述而已。对，那这些都是他们的要求，所以才会讲说，请审酌，给缓刑。法院会去解说被告呢，他主张什么东西，各自做。但是你如果去开那个侦查庭的时候呢，在刑庭呢，不管是侦查庭也好，或者法院的庭都好，你如果看到被告呢被侦讯的时候，哇，他就是吸老扶幼的，就是一家子人作奸犯科的时候很强势、很凶猛、很怎么样。到了法院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打出来这个温情牌，哭成一团的呢，大概在刑事案件里面是常常看到。他要这么 care 的话，他当初会干这些事吗？对啊，所以我说这个是量刑的呢，他就讲说这个希望那个法院认为这个他是其情可悯。后面他讲说，国中毕业以后他就从事影音的相关的工作，虽然经济小康，双亲已经退休了，可是都是靠他的抚养。赖约翰的部分呢，他就讲说他只有高中肄业，还有忧郁症啊，重度，然后压力过重，体重过轻，所以他不用当兵，他记忆力不好，他一直在找工作，家里欠很多债了，还有跟爸爸妈妈、外公外婆，这个外婆肺炎还在住院呢。Toys 什么叫小康？Toys 很有钱哦。对啊，所以后来这个法院就讲，尤其呢你是公众人物，你对于这个一般的受众的这个影响其实是很深的，所以你自己的一个行为呢，是应该对于这些的受众来讲呢，你的影响层面其实是这个非常广。那只是说法院也确认说，他们这些人呢，其实以前没有这个犯罪的记录了哈，所以自白当然是一个可以减刑，自白然后要让他能够查出来定罪哦，不是只有自白就结束了哈，你要把这个要头的部分要查出来定罪，他才符合他可以减轻的法律上面的这个依据啦。判刑的最简单是因为 Toys 很早把药头给咬出来，可是我又问个疑问是说，就是说自己吸然后也卖，跟纯卖不吸，刑期上没有啦，怎么会有？对，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真的有这个江湖传说？对，我都不知道有这个，没有。他在量刑的部分，他的法条上面写得很清楚嘛。法条上面其实像你要减轻的话，是讲说你其情可悯嘛，自己吸
了之后很痛苦，确定绝对不要让别人会遭受你的痛苦，这个才叫做其情可悯嘛。因为我们刚才说贩卖2级毒品是至少判10年以上，那无期徒刑或10年。对，无期徒刑10年，所以最少要10年，然后就10年来减刑。那所以如果照这种公诉上游的减刑是可以减刑到超过60%，因为 Toys 最后是判4年2个月，它是将近减刑60%的状况，可以超过50%以上。那对啊，这样子合理吗？量刑的部分本来就是在法院的裁量权的 OK， 对，所以法条并没有规范说可以减多少刑。其实这个司法院一直以来他就该做的事情，什么样的情况，它的这个量刑的这个区间，因为每一个案件的情形不一样啊，所以你很难固定。基本上面来讲，其实我觉得 AI 引入这个量刑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有所有的数据啊。那我们现在是私底下在做统计。私底下为什么统计呢？下次我们也可以讲啊。Toys 这个案件到底判4年2个月？以你个人的看法，因为现在有判决书了嘛，你觉得合理吗？就是以10年以上到无期徒刑这么重的刑罚，只有4年2个月，只因为这个他公诉的上游确实有帮助这个方性上游，但是你觉得合不合理？给我一个你自己的论断好不好？我跟大家先报告，这个是在法官的裁量权范围之内，所以你没有办法讲说，因为法官这样判它是违法的，因为它的确也符合减轻的规定因为减刑的规定，我们讲说他如果供出这个上游来源，然后能够让这个循序呢能够达到断源的目标的话，那他也算是有贡献嘛。对，他主要是讲说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蛮配合的，他不是说到抵死不从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认为说以他的情况来讲，他看起来是有这个悔悟了哈。不过基本上来讲，很多判决书上面写有悔悟，跟后来实际上面放出来之后又不一样啊。所以那当然从民众的角度上面来讲，的确是会觉得说他过轻如果不了解所有的法律关系，都会觉得过轻。为什么呢？因为法条上面明明写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嘛。这么知名的人，我随便看到几万人都是年轻人在看。那会不会形成一个错误的法学的教育，认为说原来贩卖2级毒品也不过是因为跟加嘛，反正就是4年多了，然后你这个执行刑一出来表现好的话，这个一半执行一半之后表现出来，我们上次有提这个假释的这个规定嘛，观众朋友要注意看我们每一集它都有关联性执行一半出来假释，搞不好关2年3个月2个月就然后呢又是这个好汉一条，然后这个赚的确对一般老百姓来讲，他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讯息对法律人来讲还好，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说他之所以减轻，是因为他符合哪个规定，林林总总东西。可是对一般百姓来讲的话，的确他会有一个误导的这个情形，的确是不太好嘛。个人的结论，我觉得一个这么知名的公众人物，那贩毒，而且是贩卖2级毒品，他持有的量也很大，然后呢又有上下游，而且我们查了一下，发现光是判决书下面写，他就有2层的下游，等于他已经算中游了在某个程度上。那4年2个月是非常的轻啊，那等于说会让人家有一个错误印象是，原来卖大麻、卖2级毒品，只要关个2年多就出来我是觉得对社会的公平性，还有对于社会的秩序跟安定具有负面的影响，这我个人意见对了，但是他这个判决书的地方他就有讲了，他就有讲说，公众人物，他一言一行都应该要合法度，避免引起仿效嘛，不过呢，他审酌他在侦查中的时候呢，这个他坦诚犯行，然后积极的配合然后态度良好呢，检察官的起诉书呢就已经讲说要让他有一个自新的机会了。好，自新的机会应该是在充分的被惩罚之后才可以得到，不充分的惩罚，这一集我就说我不服就对了。OK， 小玉的话我就服了，因为色彩很重，但这一集我真不服这是我的一个感觉跟观点那我们今天民法典就聊到这里，最后呢，记得每周2的晚上8点呢，民法典呢最新一期会上架，当周没更新的话，可能没有录影或者是我们尽量会存档好，让我们有多一点时间，因为最近委员的气色还没恢复已经声音也都还没有那个，怕观众朋友听了觉得说，这个烧虾的声音听起来不悦耳好了，但我们会尽量维持周更的一个频率了那星期3的中午12点，历史哥频道会上架那再记得去订阅委员的频道李桂敏真心话还有历史哥的频道。那这个呢，我们呢如果有什么意见呢，也欢迎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然后特别是留言，我们都会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啦，谢谢委员，拜拜。拜拜。观众朋友一定要给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影片说明栏中记得去把它订阅起来记得追踪每周都会更新一集那我们呢就在民法典上见喽，拜拜。